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清初西南地区的一段风云激荡的往事。清朝出力的时候，虽然在北方已渐渐坐稳了江山，但是在广大的南方地区却仍是一片动荡。明朝的残余势力和曾经的起义军余部不愿就此罢手，其中在川鄂交界之地的崇山峻岭间，一支被叫做奎东13家的抗清势力也在悄然崛起。说起奎东13家，自然不得不提到李自成。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不过李自成的胜利只是短暂的，就在第2年，他就在湖北通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伏击身亡，起义军顿时群龙无首。李自成的几位旧部刘体纯、郝瑶琪、李来亨、袁宗弼、达天宝、贺真等率余部星散大江南北，清军步步紧逼，也让他们开始谋求重新集结，并主张大敌当前，同仇敌忾，与南明王朝结成了权宜同盟。1646年后，农民军残军诸部辗转进入了川鄂交界的兴山、归州、巴东、大宁等地。此地山深岭险，峡谷如门，水路皆可机动，利于立足。几经会合，奎东13家建成雏形。当然期间也是波折不断。1647年，李赤心、高弼正奉南明命攻荆州，初捷而后败，只得退向巫山。未必追剿，部众又渡江入施州卫，暂弃戎美司，继而南走施南司。随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抵达川鄂边区，与诸将合兵，准备进攻湖南的清军，并且还一度收复了泉州、衡州。奈何南明内斗，粮械不给，形势斗转。1649年湘潭陷落，何腾蛟被俘殉难，李赤心转战广西后病故，高弼正等师员只得折入贵州，辗转回到兴山。经过反复鏖战后，诸部在兴山重整，以毛鹿山为险，戚连平设帅府为中枢，调度兵粮，联络诸寨。元宗帝守大昌，郝瑶琪据防线，刘体纯转战巫山，最终驻扎巴东陈家坝，达天宝屯兵江北平阳坝，李来亨、贺真各领部曲扼守险隘。这些根据地分布在川鄂交界的群山之中，地势险要，进退自如，使得清军的围剿愈发艰难。在起义军的各个将领中，刘体纯素以骁勇之称，行事有谋略，凭着这份威望赢得了众将的信任，被推举为领袖。其他将领也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尊他为这支武装的首领。在他的带领下，队伍逐渐成型，成了清廷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为了长治久居，扩充实力，他们又积极寻求与周边势力结盟，试图将农民军的影响力辐射到更广的地区。起初，他们与施州卫的农民军首领王光兴取得了联系。王光兴与兄长王光恩原本也是明末农民军的将领，后来降明守卫云阳。明亡之后，他们又降清，但是没有得到重用。云阳府制度御史潘世良与时任勋阳总兵的王光恩因礼节之争发生了矛盾，最终告发王光恩谋反，将他押解京城治罪。王光兴得知此事后，愤而反清，杀了云阳的几位官员，随即带领部队逃入了川鄂边区的巴东、施州卫等地。最终双方达成合作计划，形成新的抗清力量。除了与地方武装的联合，刘体纯他们还与川鄂边区的地主武装达成一定的攻守协议。当时的川鄂边区聚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武装，这些人原本在明朝时期曾被征召镇压过农民军，但清朝的入关带来了民族矛盾，双方放下旧日的恩怨，共同对抗清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川万县的谭文、谭毅和谭红兄弟3人。这几兄弟不仅在地方上有步兵驻守，居然还有自己的水师，其势力范围从川东福州一直延伸到湖北巴东的长江沿岸，几乎控制了这一带的水陆交通。此时兄弟3人也举起了抗清的大旗，与刘体纯他们联合抗敌。不过对于清廷的长期围剿，使奎东13家也认识一个问题，那就是仅靠游击和流动作战难以久存。
遂着手在川鄂边区的深山中构筑根据地。他们以大神农架为核心，跨越了川鄂两省，囊括了兴山、巫山、大宁、大昌、竹溪、竹山、房县、云阳、巴东、归州等地区，甚至进一步扩展到了长江以南的诸如建始、施州卫、利川等地。这片区域地势险要，进退自如，为奎东13家提供了天然屏障，成为他们得以在清廷严密追剿下生存的关键。在这片大山区，13家有了明确的分工，各支队伍划定了防区，互相配合分片负责。长江以北由刘体纯、达天宝鄂川鄂山地防线，江以南由王光兴、王光昌控出入口荣美土司、田甘林经权衡入盟，镇守清江以南区域。桌部据隘设卡，封堵清军通道，主力沿江两岸机动遏制入川咽喉。为固本清源，奎东13家也制定了相应的纲领：出则秦王灭鲁，入则克农练兵，以克农为基。根据地内征赋与屯垦并行，组织开荒种粮，部分兵力转为屯田，确保军粮。为凝聚人心，13家沿用南明年号与封号，并受封行令。李来亨在兴山以永历帝为号召，百姓屈服。随后13家基层政权同步开始建立，他们仿李自成旧制，遍设官职与符印，治理有章。特别是他们实行了民生为重、减赋兴农的政策，除正税外，多废杂征，招抚流民还耕。宜昌府志还提到，刘体纯、王光兴颇有爱民之心，可见施政成效。在经济上，他们实行改革与通商。据盐场龙君庙碑记记载，贺真在大宁实行盐法改革，废除了旧时高额的盐税，只收取少量赋税。这一政策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赞扬，大家称贺真为真美，视他为关心民生的好官。农业上根据地推行屯耕山田，种麦粟草棉供军需，并允许人民自由贸易，通行湘西诸市，盐铁互易，活络市面。赋税与屯垦并举，使根据地趋于自给，清军断供策略失效。就这样，凭地利法度与民心，川鄂边区百姓转而拥护输粟驻守，由此奎东13家得以在崇山之间真正扎下了根基。不过南明的抗清势力在顺治18年遭到了致命打击，该年永历帝被俘，接下来又传来大西军首领李定国病逝的消息，西南抗清阵营瓦解，清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愈见稳固。除台湾郑氏外，江南仅存奎东13家。随后清廷决心清除这个硬钉子。康熙元年7月，四川总督李国英上书称，奎东13家横亘数千余里，楚蜀南通，气脉梗阻，主张川鄂陕合围。9月，清廷批准了兵部的会剿方案，命3省官军按计划集结兵力，定于康熙元年12月20日会师，向奎东13家据守的山岭进发。湖广提督董学礼调兵3万，陕西提督王一正带兵2万5千，再加上河南方面增派的5000兵力，四川总督李国英亲自指挥，统领3省联军共同进剿。康熙2年正月初1，李国英集兵夔州起行，率领重夔镇总兵程廷俊和辅剿署总兵梁家琪的部队沿江北岸推进。初3，清军渡大宁河，占大昌县。元宗帝意识到情况不妙，将城中的房屋粮草付之一炬，带领部队撤往深山中的茶园坪。此时驻守大昌的齐侯贺真已经病逝，其子贺道宁不战而降，清军得以收紧包围，截断援兵。元宗帝凭险苦守，终被攻破，率残部突围入山，与郝瑶旗会合。湖广清军随后攻占湘西口，截断了李来亨部驻守的兴山县通向长江的重要通道。陕西提督王一正率部在白土关集结，成功攻下了竹山和竹溪。到6月，郝瑶旗决定放弃经营了12年的防线营寨，率领部队向川鄂交界处的吴家园子转移，与刘体纯会合。防线从此落入清军之手，形势逐渐恶化，清军的围剿力度越来越大，奎东13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如此，
郝瑶琪和刘体纯并未轻易退缩，他们商议后决定采取攻守结合的战术，以打破清军的围剿计划。7月23日，李、刘、郝三路大军联合向湖广清军发起猛攻，这场生死战打得异常激烈，清军伤亡惨重，被迫一路退回湖北夷陵。川鄂边区的奎东13家暂时迎来了战斗的胜利。在这次胜利的鼓舞下，郝瑶琪、李来亨等人决定趁胜西征，扩大战果。8月24日，农民军逼近巫山城，次日凌晨起攻。巫山城地势险要，四川总督李国英督战守城。农民军围城多日，不仅建造云梯、土屯等工程设施，还挖掘地道，试图爆破巫山城墙。清军则严密防守，双方激烈厮杀。为了拖住清军，农民军夜袭巫山浮桥，切断了清军的物资运输线。然而，李国英迅速识破了农民军的意图，派精兵伪装成农民军，潜伏在运粮通道，趁农民军运粮之际突然袭击，摧毁了运粮队伍。清军还砍断了浮桥，令农民军粮草不济，处于饥困交加的状态。随即，李国英抓住战机，在9月初7黎明发动反击。经过激战，农民军终被迫撤退，巫山围城战以失败告终。这次战役的失败，奎东13家陷入被动，清军增援不断，八旗兵南下，川鄂边区形势严峻。11月，郝瑶琪部下数人投降，实力受损。12月，清军猛攻刘体纯据点陈家坡，刘体纯寡不敌众，退守天池寨。陈家坡失守后，刘体纯见大势已去，誓死不降，与家人自缢殉国。当地百姓得知消息后，为他流泪不已，清廷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下令厚葬。12月26日，郝瑶琪、元宗帝率残兵与清军在黄草坪展开决战。激战之中，郝瑶琪、元宗帝和南明朝廷派来的部院洪玉鳌相继被俘。自此，奎东13家近乎崩溃。康熙2年末，多数将领相继投降。康熙3年初，党首肃、马腾云、塔天宝等亦失志投降，唯李来亨留守湖北兴山毛鹿山，成为最后抗清据点。清廷乘胜集结大军围攻毛鹿山。康熙3年春，毛鹿山上寒风凛冽，山路险峻，苍林环绕。李来亨立于山巅，目视层层围困的清军营帐，神情坚毅。他和将士明白，此战已无退路，生死在此一搏。山下，清廷靖西将军穆里马严阵以待，铁骑、长枪、火炮布阵四周，筑壕设庄，将毛鹿山如铁桶一般围住。清晨，第1旅阳光刚刚射进山谷，穆里马一声令下，清军大举进攻。李来亨下令出战，亲自当先，部队随之下山突击。清军以炮火封锁山口，山石四散，山道逼仄，双方转入贴身短逼。农民军依托地形阻击，一线一线后撤，仍不断反冲，血迹很快铺满石阶，阵列反复破碎又重整。清军则连续增压，夜间又以火炮轰击山寨，防线被撕开缺口，突围不成，包围圈合拢，粮路断绝，将士饥困。最后，李来亨判断已无生路，命焚粮毁仓，断绝一切退降，旋即归寨自刎，以明不降之志。清军入寨时，山上烈焰未熄，诸将与士卒或自尽，或力战倒地，无一人请降。尸体横陈栈道与岩坎，兵器散落火光之中。清军虽得其地，亦伤亡累累，沿途征发民夫不计其数，山谷间遗骨难尽收拾。此役既毕，奎东抗清事实上告终。多年后，京城中人还仍以又上毛鹿山来形容极难之事，视毛鹿山为不屈抗争的象征。李来亨和他的将士们以血肉之躯书写了南明余晖下川鄂边区抗清的最后血性。感谢您收看《涅槃说史》，咱们下期再见。